在美國有這麼一個地方，它是所有警察的禁地，可偏偏這兩個警察不信邪，他們接到報警稱教堂裡有人持槍搶劫，但查案時卻遭到了2名安保的橫加阻攔。這下好了，2名警察連教堂的門都沒進去，就連滾帶爬的狠狠摔下了樓，一個腦袋見了血，另一個則被摔成了腦震盪，但安保絲毫沒有收手的意思。小杰這才想起了腰間的配槍，咱就說你如果早拿出來，也不至於搞成现在這副模樣啊！老警們啥時候受過這種氣啊？當即就開始搖人。很快，附近巡邏的警車接到消息後，全都放下手中的任務，趕往現場撐場子。教堂外，數十名警員已經和安保糾纏在了一起，但雙方都不敢做出過激的舉动，因為這已經涉及到了黑白種族的問題。隨着到場的警察越來越多，很快教堂裡的人員就被悉數帶出，但唯獨沒有發現朝警察動手的2名安保。看來眼下的關鍵是要找到那個報假警的人才行呀！警方锁定到報警電話的位置後，警探雷哥打算隨便抓個人打听打听，就你小子了，给我听听報警錄音裡的人是誰。顯然男人已經有了答案，但他就是嘴出奇的硬。行吧，那就給你安個私藏武器或者毒品的罪，然後帶回去好好審訊一番。男人剛戴上電鍍銀手鐲，立刻就慫了。你小子不是挺皮的嗎？真是不見棺材不掉淚啊！這下雖然報警的人找到了，但讓人震驚的是，這哥們兒只有6歲的智商，而虛假報警的電話是他的叔叔教他打的。可還沒等雷哥繼續追問，這位叔叔就帶着律師殺了過來。只憑報假警這條罪名顯然是留不住人了，那他為什麼要利用傻侄子挑撥教會和警局之間的衝突呢？雷哥猜測他的背後一定還有高人指使。而另一邊的教堂外，帶頭的教士正煽動群眾和媒體向警局施壓，稱警察闖入教會聖所是司法不公行為，強烈要求撤掉老福警察局長的職位。很快這件事也驚動了市長，他本打算出面讓老福和教士談判解決，但教士說話咄咄逼人，他堅持要老福通過媒體向公眾道歉聲明。可他明顯惹錯了人，老福的2個手下被他的人推下樓受傷，如果不將那2個襲擊警察的黑衣人正法，那老福也沒臉再繼續幹這個局長了。所以想讓老子向你妥協門都沒有。放完狠話，老福轉身離開，連市長都愣在了原地。但殊不知這竟然是一場精心布置的騙局。之後教士頻繁出現在街道煽動群眾，更是拿着為新任市長選舉投票的事情威脅上面撤掉老福局長的職位，甚至放出豪言壯語，如果市長不照做的話，就会把他也拉下台。但老福看着這個跳梁小丑卻絲毫不慌，因為他已經猜到了從頭到尾都是這個黑人教士布的局，而且他已經有了應對的方法。另一邊的雷哥拿着局長親自下發的搜查令來到了教堂，他在走廊裡發現了幾張合照，小杰一眼就認出了照片上當時襲擊他們的2個黑衣壯漢。隨後警方根據手機定位上門抓捕，毫不費力就將2個人給拿下了。可男人表示不服，張口閉口就要找律師。律師你就別想了，給你找個醫生怎麼樣呀？別等會兒滾下去再把小命交代了。雷哥本打算讓小杰親自動手出口惡氣，多虧小杰脾氣好又不記仇，不然真夠他們喝一壺了。還記得那個6歲男孩的叔叔嗎？經過警局的一番威逼利誘，他只能答應佩戴竊聽器，去套出教士指使他撥打報警電話的事情。如果失敗的話，他的下半輩子就只能在監獄裡度過。毫無疑問，男人只有成功這一條路。隨後警方將這段陷害警局的錄音交給了媒體，記者們又怎麼會放過這種勁爆新聞呢？大教士這回估計有的忙了呀。關注巨石，明天接着講。